风水定型于秦汉，随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它继续发展过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墓葬风水的盛行，特别表现为著名择葬术士和葬术书籍的集中出现。墓葬风水应是对葬地的选择与人事相关的凶吉预测。当时的民众视死如生，把冢当作家的翻版，墓穴也称阴宅。《礼记·杂记》介绍了先秦的丧葬礼仪，有大夫补宅与葬日的一道程序。这个宅就是所谓阴宅，意思是说大夫死了，要请士人或仆人为他负责葬地与葬期。商周时人什么事情都用卜，这个现象并不突出。秦汉的风水实力，乡墓的比例也很低。魏晋南北朝给人的印象则是葬术盛行。《晋书·杨户传》说，术士看出杨户祖坟上有天子气，吓得杨户连忙决断地势，破坏风水，免得皇帝听说后像秦始皇一样要灭他全族。后来术士又来看已经毁坏的地形，说是上出折壁三公。其后杨户果然坠马折壁，并且做到太傅，位居三公。东晋名将陶侃想葬长辈时，家里走失了一头牛。有人告诉他，牛眠睡在某处，又说此地风水很好，用来葬亲，子孙大吉。陶侃便将牛卧之地选为墓穴，日后官至征西大将军。折壁三公和牛眠地都是风水史上有名的典故，透过它们可以看见时人对乡占阴宅的迷信程度。因为相信的人多，专攻此道者也多，曹魏时的管路被后人推为风水业的开山鼻祖。《三国志·魏志·管路传》里既有一段他从地形和方位的角度来判断葬地凶吉的理论，还有人说用隔盘选择葬地也是从他开始的。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盟就是托名管路而作。管路之后，西晋的郭璞是占墓名家。《晋书·郭璞传》里既有2例他的占墓故事，但都不涉及吉凶，反倒可以看出郭璞对于地势、水文、方向、环境这些知识确实有些研究。托名管路所著的《管氏地理指盟》以及郭璞古本藏经都是后人奉为经典的风水著作。魏晋时期风水理论在应用性意义上有了更加精要而完善的阐述，特别表现在风水这个名称的正式出现，其要点大体上都可以郭璞藏书中做出归纳。这就是生气说、藏风得水说、地形藏气说、方位说、生气感应说。
这成为时人与后人追求理想葬地的理论依据。这些观点有的直接来自《周易》，生气感应说的根源是《易传》文言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感；有的是经过《周易》总结与提炼过的古人择居经验和知识，把藏风聚水说同《诗经》中公刘择邑的故事做一对照，便不难看出其程序关系。而从整体上讲，其实都是《周易》原理在风水领域内的具体发扬和定义化。所以郭璞藏书为代表的魏晋风水观念，在易版风水的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学发展出现了一本传世著作《水经注》。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人写了《水经》，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著，但是内容过于简扼。北魏的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30倍。《水经注》对山陵、原习、泽树、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如《水经注·易水》是这样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易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重峻，岁岸高深，左右百步，有2吊台，参差交织，条地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和谐，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风水学说传播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藏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乡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已经传承了1700多年。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